俗话说，害人不深，深于家中甲醛。甲醛能在家中存在几十年，无论你是新居还是老宅，都隐藏着甲醛。而这些隐匿在我们周围的甲醛，就如同一把无形的毒刀，悄然伤害着我们的健康。不过，也不要过于惊慌，万事万物相生相克，大自然就赠予了我们武器，来对抗甲醛这个敌人。这个武器就是花草。老话说得好，水滴石穿，花草天天与我们为伴，每天都吸收一点点，架不住日积月累，效果不容小觑。大家好，我是花花，喜欢花花记得关注并转发哦。今天介绍去除甲醛的最新的几种植物，每一种都好养又好看，特别第二种还可以吸收老人味、体臭等，让家里没有莫名的奇怪味道，时时刻刻清新，朋友子孙都说好。虎尾兰。俗话说得好，虎尾兰摇一摇，财福自来到。在空气清新以及去除甲醛上，虎尾兰说自己是大哥，其他的绿植应该没有不服的，这也是虎尾兰一直稳坐销量排行榜第一的原因。虎尾兰能吸收甲醛等有害气体的原因是它独特的叶片，它的叶片上布满了气孔，这些微小的气孔能够主动开启和关闭，以调节水分和气体的交换。当空气中存在甲醛等有害气体时，虎尾兰通过调节气孔的开合，使得叶片能够更有效地吸收和过滤空气中的有害成分。很多新装修的房子都喜欢买绿萝来去除甲醛，不是因为不知道虎尾兰的厉害，而是虎尾兰的价格一直偏高。但如果撇开价格因素，新家里面多放一些虎尾兰吧，效果翻倍，而且能提升家里的氛围。毕竟家里放一盆虎尾兰和放一盆了绿萝，给人的高级感是不一样的。除此之外，虎尾兰因为叶片形状特别，像一柄剑，所以也能安宅镇宅。而虎尾兰的品种很多，花花推荐养护金边虎尾兰和棒叶虎尾兰，一养护还能养到开花。水培晚莲。甲醛溶于水，所以家里养一盆晚莲，虽然不能时时刻刻看到它开花，但养护期间吸收甲醛等有害气体的效果却是其他植物比不来的。特别是夏天炎热的时候，甲醛蒸发得快，这时就需要快速地将挥发出来的甲醛吸走。恰巧晚莲的叶片比较大且表面光滑，这样的叶片结构有利于增加与环境中有害气体的接触面积，从而提高了吸收效率。再加上水培晚莲，容器里面水，而甲醛溶于水，所以水培晚莲尤其适合夏季装修房子的朋友。但很多人都不知道晚莲的这个作用，是因为晚莲不能四季开花，养护起来费时，而且售卖晚莲对于商家来说赚钱也容易，所以商家也极少推荐。目前这个季节正是种植晚莲的好时候，有兴趣的在这个季节种植起来，夏季就能欣赏到满盆的荷花。当清风吹来，荷花又能散发出淡雅的香气，这种香气清新芳香，能赶走家中难闻的老人味、体臭以及一些莫名的气味，令人身心愉悦。晚莲的香气在清晨和傍晚通常更为浓郁，这是因为这些时段空气中的湿度较高，有利于散发香气。莲花的香气也被认为可以帮助缓解压力、焦虑和促进放松。我想这也是每当我们进入寺院，看到满池荷花时能静心平静的原因吧。除了晚莲外，还有一种水培植物对于去除甲醛有很好的作用，而且还能招财。铜钱草。同样是水培的，还是圆圆的叶子的，还有铜钱草。铜钱草的叶片虽然不像晚莲叶片那么大，但是盆栽的铜钱草无论是水培还是土培，叶片都比较多，所以跟晚莲有同样的功效。当然，如果我们想要去除甲醛等有害气体的话，尽量选择水盆，找几个大大的洗脸盆，栽种进去，过不了几天就能繁殖一大盆。而且铜钱草非常容易繁殖，剪下来一节枝条放在水里面，想放哪里放哪里，想剪多少就剪多少。比如新装修的柜子里面多用一些可乐瓶，多放一些铜钱草，就是非常好的选择。除此之外，铜钱草的寓意又非常好，象征着家里财源不断，摆在家里的财位上，
绝对是一个安全的风水物件。其实铜钱草养护的好的话，也是可以开花的，它是非常小的白花，但建议看到铜钱草开花要剪掉。第一是因为开过花的枝条就会慢慢枯萎死掉，第二是开花需要消耗很多的养分，导致其他叶片长得不大，而且颜色也泛黄。文竹，文竹盆中栽，家庭吉祥来。俗话说得好，养兰易养心。家里养文竹，既能吸收甲醛等有害气体，又能提升家里的逼格。文竹的叶子虽小，但聚在一起形成的叶面广阔，这就增加了与空气接触的表面积，有利于吸附周围空气中的甲醛。而养护文竹时，最容易遇到的就是文竹黄叶的问题。今天详细说一说文竹黄叶的原因以及解决办法。一、晒黄。文竹叶子发黄，最普遍的原因就是晒黄。有些花友不知道文竹的秉性，所以会给它晒太阳，结果就导致黄叶。文竹怕强光，无论任何季节都要散射光养护。晒黄的特点是晒光的那一面黄得厉害，但也只有叶片是黄色，叶柄还是绿色的。二、旱黄。有些花友担心浇水多了烂根，干脆长时间不浇，然后文竹就从下面的老叶子开始，先是叶子变黄，叶柄没事，但随着干旱的继续，后面茎秆也会变黄。所以当看到下面叶子从下而上慢慢开始变黄，要考虑浇水了。三、肥黄。文竹叶子发黄的第三个原因就是肥黄，不管是低温施肥还是施肥浓度过高、过勤，都会造成肥黄。文竹肥黄一般在施肥后的1个星期出现，黄叶从下而上逐渐蔓延，先是叶子黄，再是叶柄黄，黄色蔓延速度比较快。肥黄比较好判断，想一想近期有没有施肥就知道了。肥黄的拯救，假如是叶太肥，可以大量浇灌清水，然后通风。如果是固态肥或者施肥比较多，最好脱盆洗根后重新用健康的土壤栽种。四、烂根。文竹叶子发黄最常见的一个原因就是浇水过多烂根导致的，因为烂根的黄叶没有什么规律，有时候只是其中的一片叶子黄，有时候几片叶子黄，叶子发黄，同时伴随着叶柄也黄。判断是建议摸一摸盆土，最好观察一下盆底是比较潮湿，并尝试一小段时间不浇水。下面再介绍几种观叶植物，去除甲醛一样有奇效。橡皮树。橡皮树是近年来吸收甲醛的新宠，虽然它不开花，但是它硬朗大气的叶片，对于生活有追求的人，家里都会养上一盆。橡皮树叶子上带有细小的绒毛，可以吸附空气中的灰尘、装修后的粉尘，还能吸收一氧化碳、氟化氢等有害气体。而许多人养橡皮树通常会遇到养了1年橡皮树不死也不长的情况，这个在养护上叫做僵苗。造成僵苗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根系出了问题，而造成根系出问题的原因，第一个是土壤板结不透气，导致根系也不能呼吸；第二个浇水过多，盆土内有积水，根系长期潮湿会有所损伤，导致无法吸收水分和养分，所以植物也就会半死不活。第三个是光照太弱，橡皮树是喜光植物，除了盛夏季节需适当遮阴外，其他季节都应该给予充足的光照。建议放在朝阳的窗台或阳台旁边，每天给予几小时斜射光，它的叶片就能充分进行光合作用，顶部红色的苞片内不断会有新叶长出。龟背竹。龟背竹的叶片很大，所以它产生氧气的功效就很显著。不仅如此，龟背竹容易在叶片上长出气生根，这个气生根能吸收室内90%的有害气体，还能吸附烟雾中的尼古丁、烟焦油、一氧化碳等。最让人惊喜的是，它还能代谢掉一些有害气体，将它们转化为植物所需的养分，所以龟背竹净化空气以及清肺的效果也是一流的，对于吸烟家庭也好，空气环境不好的地区来说，都是首选的观叶植物。
养护龟背竹容易遇到不开背的问题，今天介绍一种神仙水，更容易让龟背竹开背，它就是啤酒。将啤酒放置24小时以上，兑10倍的清水，使用干净的棉布毛巾轻轻地擦拭叶片，不但能够除尘，还能给叶片提供少许的养分，刺激叶片合成更多的叶绿素，使其显得更为翠绿有光泽，也更容易开背。除了上面介绍的这些植物外，吊兰、常春藤、芦荟、秋海棠、栀子花等等对于吸收甲醛都有很好的效果。另外，新装修的房子可以多放一些咖啡渣，用来吸收甲醛和有害气体。以上就是今天介绍的内容，希望能够帮助到你。感谢观看，感谢粉丝的喜欢和留言，我们下期再见。